好，今天讲是带大家做一次那个 AI agent 的工作坊啊，因为在座可能有人还没有用过这个 AI 的写作，那还在用 ChatGPT 的这个问答，那这会比较进阶一点，就是你们可以实做一些东西出来。那公司所有人都有 Codex， 所以在座各位应该都有登录过。那你们也装好 Codex， 然后我请你们装 VS Code， 然后跟 Node.js。好，那我就要开始啦。好，今天主要会先跟各位讲一些观念。那讲完观念之后，会有一个 live demo， 然后告诉你们，大概可以怎么做。然后后面会给你们练习，然后最后就是回顾今天你们学到的东西，之后可以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好，那反正等一下会听到很多名词，这个不用背起来，先知道观念就好。好，那观念讲解先讲什么是 vibe coding。那在座很多都不是工程师啊，过去我们是先想一想之后开始写 code， 然后写完 code 之后我们开始 debug， 然后开始出错，然后最后把它完成交付出去。那 vibe coding 就是我们用自然语言去描述，就是你不会写程式都没关系。所以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就跟你有没有学过程式，会不会写程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要会讲话就可以了，你只要会把你的，甚至连打字都不用，你可以真的完全用讲的。那等一下我们是用打字操作啦，然后请 AI 生成出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来验收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样子。好，所以就是不用在主行写code，完全不用会写code，不管什么语言你都不用会，你只要会人类的语言就好了。好，那这个心智模型的转换是以前我们工程师啊，在写 code 的时候啊，通常去 Google 查嘛，查一查就那个 Stack Overflow， 应该工程师都有上过啦，都上去查过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有些人会上去回答问题啊，然后帮你解答，然后你就找到你要的 code， 复制贴上，然后看自己的专案里面能不能用啊，不然就是自己想，然后或跟别人讨论。那现在变成是，你只要直接问 AI， 它就会产生你要的东西，你不用再去查网络上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不一定适合你的情境。对，所以 AI 就是帮你量身打造。那你跟 AI 就变成是一个 coworker， 就是你叫他做事，他就马上帮你产生出你想要的，然后你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你需求。那现在比较大间的三大主流，讲主流，对啊，我觉得这算三大主流啊。当然还有其他间公司有蛮多的。那我们现在公司买的是那个 Cloud Code 跟 Codex， 那在做 QA 跟BA 没有进来，所以在做 QA 可能都没有拿到 Cloud Code。那基本上等到你们会用了，要开始用了都可以买。对，那我自己偏好会用2家到3家，可能最后连 Gemini 都会参与进来。那现在主要是用2家，就是 Cloud Code 跟 Codex。对，那我自己是3家都用。好，所以developer 的话就2家都可以用到啊，只是说今天是以 Codex 为主啊。如果在做 developer 是已经有 Cloud Code 的这个账号的话，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用 Cloud Code 来试做看看，不一定要用 Codex。OK， 那这3家就是他们有些共同的特性，然后我觉得比较核心观念的东西是大家都有，就是我们怎么写一个专案的指引档案，让这个 agent 可以认识我们整个专案，然后还有就是技能延伸的能力，然后他们都可以装一些 plugin 啊 extension， 他们的社群是比较丰富的。那最丰富的当然就是 Cloud Code 啊，现在大家开始打不赢 Cloud Code 都加入他们了。对，好，那刚刚讲 Vibe Coding 嘛，那接下来讲这个 prompts 的概念，就是这个叫提示词啊。prompts 的概念就是你怎么跟 AI 沟通，就是你要说什么让他做什么事情。对，这个就是提示词，提示他说，请你下面的例子，你帮我在某一个档案加一个绘出的功能，你只要描述的越具体，AI 就越能做出你想要的东西，这跟大语言模型有关。那这个概念我不带太深，反正就是你要把你的话讲清楚。这其实不是跟 AI 沟通，其实在跟人沟通也是，对吧？BA 假设没讲清楚的话 ，developer 可能也做不出 BA 想要的东西，也做不出 user 想要的东西。反正就是把你想要做的东西描述的越清楚， AI 就越能做出你符合你需求的东西。好，然后再来这个是专案的指引档，就是刚刚前面看到在 Cloud Code 的话，我们在专案的跟目录会放一个 Cloud Code 点 MD 啊。如果是Copilot 不，这里没讲到 Copilot。Codex 的话会放 Agents 点 MD， 那 Gemini 的话就是放 Gemini 点 MD。那这个档案就是让 AI Agent 在打开这个专案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专案到底是在干什么的。这是一个指引档，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目录，就是这个目录你可以写得很复杂，你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有缺点。那这个后面等一下会提到，所以当你在专案里面写了一个指引档之后啊，是所有人
拿到这个专案，它都可以吃到这些设定。所以以这边的例子来讲，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某个 TypeScript 的专案啊，里面用什么东西，然后用什么样的技术，然后什么样的格式，然后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可以把它写清楚。对，那所有人拿到之后，就可以用同样的这个约束，然后来跟 AI 做协作。好，现在还有点模糊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拿别的例子来讲。好，那再来 skills 就是这个 AI 的一个延伸技能，就是你在跟 AI 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不是把所有你想要的事情全部丢给他，他是可以额外去学习技能的。所以当他学习这些技能是他有用有需要的时候他才会用，没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放在那边他不会去看。好，这稍微有点模糊啊。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可以学很多事情，但是不是一次都要派上用场。像 Chris 可能会写 Python， 可是他在做 QA 测试，在 plan 这些 test case 的时候，他不会直接用 Python 来做这些事情。对，就是你会这些技能，但是不见得是在这个场景下使用。对，所以你可以学很多技能，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再导入这个东西进来。那 MCP 的话，今天不会介绍，今天不会用到 MCP， 但是跟你们讲 MCP 的概念是 AI agent 它有时候要跟外部做连接，例如说他要去 Jira 查资料，他要去 GitLab 上面查资料，还是他要去 Telegram 发送讯息。那他可以直接他可以透过打 API 的方式去啊，但是那样子变成是很没有效率，所以会做一个 MCP 的一个中介转换，就是让他可以快速跟外部沟通。对，那先了解概念就好了。好，上述的东西讲完之后，我拿开餐厅来做比喻啊。所以你到一间餐厅，你讲说我要吃辣的，或者是跟一个厨师讲说我要吃辣的，这就是一个 vibe coding。你把你想要的事情表达出来，可是你只说你要吃辣的，他怎么知道你要吃什么辣？你是要吃咖喱辣，还是要吃麻辣火锅，还是要吃什么？不知道，所以你就要更具体的描述。我想要吃的是宫保鸡丁，然后我不要花生，我要少油。那这是把 prompt 讲好，这个就是 prompt， 就是你描述的越具体，厨师餐厅它越能做出你想要吃的东西。那个专案指引档就是刚刚讲 Cloud.md 还是 Agents.md 还是 Gemini.md， 它就是在定义说这一间餐厅它就是一个川菜馆，你进到一间川菜馆，它预设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川菜风味。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很重要，是你只要这个没写好，你这整个餐厅的风格会跑掉，还是会变得很发散。对，那 skills 就是食谱嘛，就川菜有很多种菜嘛。那可能某个厨师他特别会炒宫保鸡丁，有些特别会做麻婆豆腐之类的，所以 skill 就是一本一本的食谱。当你要做这道菜的时候，他才需要拿这个食谱出来，没事他不用全部背起来，可以理解。这就比较好懂齁。那 MCP 就是外部供应商，就是你可以线上叫那个人家帮你送材料过来啊，但是你能不能自己走去买材料？可以哦。所以以上这些东西啊，你就算没有把它做成档案，没有做成 skill， 没有做成 MCP， 你能不能做到？都可以做到，只是成本不一样。就是我今天有这个外送系统的话，我可以直接跟菜市场叫东西送过来。对，这样比较方便嘛。但是我能不能自己走去菜市场把东西一点一点的搬回来？也可以。对，但是成本就不一样，所以你消耗的成本就是跟钱有关系。那所以后面人家就是为了节省时间、节省成本，所以就做了 MCP。然后你自己为了把这个菜做得更好，每个人做的这个宫保鸡丁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那我希望整间餐厅都统一，大家每个人做出来都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会一直优化这个 skill。对，优化这个食谱，把这个 SOP 做得更好。好，目前可以理解齁，这样子就比较听得懂刚刚上面讲的 Web Coding 啊、Prompts 啊，还有这个专案指引档、Skill、MCP 等等的。没问题，我要继续往下咯。好，那再来就讲 Context 这个概念。其实 AI 是没有记忆的，它的所有的产出，它所有的 output 都是来自你的 input。那你的 input 是什么？你的 input 就是所有的 prompt 历史对话。然后跟你叫他看的相关的内容，然后还有专案指引档，专案指引档几乎是每次都会加载进去的。然后再来就是需要的时候的那些 skill， 然后还有就是 MCP 取得的结果，就是你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的东西。所以你每一次跟 AI 的对话，它其实都是把这些东西丢出去给 AI， 然后让 AI 的大语言模型去算出预期的结果丢回来。所以当你的 context 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 AI 变得越来越笨。
越来越不聪明，越来越得不出你想要的东西。对，那就是有太多的不重要的事情把你的 context 塞满，所以比较快的方式是你直接就重开一个新的 session， 重开一个新的对话，对，然后你在跟 AI 对话的过程当中，你不要把太多不重要的资讯丢进去。那我觉得新手最常犯的错啊，我自己也犯过一样的错，就是我今天请他整理资料，例如说整理 PDF 好了，我丢个3个 PPT 的档案，然后丢个3个 PDF 档案，请他整理出来，然后我持续在那个对话一直跟他沟通，他会越来越笨。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次他都会把你丢的这些 PDF 跟 PPT 重新再丢进去一次。就是所有的内容、历史对话，他就全部再丢一次。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我请他整理完之后，淬炼出这个结果。我只要拿这个结果的 output 出来，开一个新的对话。这个新的对话，我只拿淬炼出来的结果跟新的 session 沟通，这样你的 AI 就会变得比较有效率、比较聪明，它不会记住太多历史的东西。可以理解齁？所以有些人 AI 越用越笨，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管理他的 context。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你淬炼出每次需要的东西，然后重新开新的 session。对，但是这个怎么讲？你如果淬炼出来的东西有缺失的话，就是有少你想要的关键内容的话，你在新的 AI 又变成是它少了那些资讯，所以这是一个很折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给多少？你要给充足，你不是给多，是要给充足资讯，你要给精确，可以理解？好，然后再来就讲 AI 模型，可能你们应该会听到啊，就开始用就听到很多不同的模型嘛，像我们在用 Codex 的时候就有 GPT 5.4 啊 5.3 Codex 啊，还是说5.2 还是什么 mini 之类的，就很多。那其实 AI 的这个模型啊，主流各大家啦，至少都会有3个的主流的模型，那就是我把它形容成像打游戏一样，这边应该都打过游戏啊，没打过的吧？对，打游戏的就是它有你的法术，它有大招，然后有主力技能跟小招嘛。那你用小招的话，就是它速度最快，然后它省这个 token 啊，等一下会讲到 token 的。那你用一般的技能，就是你的攻击力啊，你的速度都比较均衡，对，但是它的回复品质就不会到大招这么强。那大招的话，它就是回复品质好，然后它的推理能力强，但是它处理的比较慢，那也比较花钱，对，就是比较烧 token， 对，所以我们应该是依照自己工作的场景，然后来选择模型，而不是所有的模型都只用大招。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用啊，反正第一是你有时间可以等，二是你的 token 用不完的话，对，就是你真的很少用，那你每次放大招，那你又可以等，我觉得 OK。那像我为什么挑在礼拜3来跟大家讲解这一场？是因为我今天我 Codex 的那个 token 才重置，所以我今天才有 token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 live demo。对，好，那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杀鸡不用牛刀，你应该依照自己适合的场景，然后选择适合的模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就是玩游戏也是这样嘛，你放招嘛，放招有分蓄力，蓄力就是你蓄力越久，它能力越强，所以刚刚上面的小招，然后主力技能跟那个大招，你都可以蓄力。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这个在哪边选啊。那你选的蓄力就是你选择蓄力越久的话，它的品质、它的强度就会更强，对，但是它也会更烧钱，对，它就蓄力就是会要等嘛，会等比较久，对，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境你都要把它选到超高。那回到跟刚刚一样的问题嘛，你当然可以选择主力就最强的模型，然后每次超高，这个 token 应该烧得很快，你可能不用一天，你的这个礼拜的用量就没了。对，所以我跳到哪里？对，所以一样就视情况，然后选择你到底要不要蓄力。所以像有一些很简单的改格式啊，你真的是用最小的模型，用最短的蓄力，就是最小的蓄力方式，你就可以达成的话，你就不要浪费了。要浪费可以啦，对。好，那放魔法我们就要消耗魔力值嘛。那 token 就是 AI 的魔力值，对。那只要你跟他对话越多，你讲的越久，或者是 AI 想的越多，回答的越多，它就越消耗 token。所以不是说你讲的话少，然后你就很省 token， 不对，那也是要看 AI 它在背后运算回你的东西，所以这两者都是要看的，不是只有你的 input， 就 AI 的 output 它也是算 token 的，对。所以你对话越长啊，然后你内容越乱啊 ，context 带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那就是很烧 token。对，那简单来说，就跟人讲话也是要少讲废话。对，好，那魔力用完怎么办？
魔力用完，我们现在用的包月方案是，它每天会有一个上限值，用完的话，不是，Codex 是每5小时啊，每5小时会有一个上限值，用完的话，你要再等到时间到，你才可以继续用。那它有分每周的，每周的上限值用完的话，你要等到下一周才能用。所以我今天就是等到上一周的回复期到了，所以我今天才有 token 可以用。对，然后另外的方式就是花钱嘛，对，资本的力量，我直接买魔力药水充值，我一直充值，然后我就有很多的魔力可以用，就用不完。所以by case 就是有些东西是右级，然后又要品质好的话，那不得不买 token 下去用。对，好，所以这些观念都可以理解齁，这应该浅显易懂啦。好，然后出街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只要把事情描述的清楚，让 AI 可以去动手做出你要的结果，这样就够了。那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skill 啊、MCP 啊，我们先知道概念，那今天就不会需要了解的太深入啊，先会用比较重要。好，目前 OK 齁。好，然后接下来就 live demo。live demo 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些画面啊。你们打开 Codex 应该大家都装好了啦。哦，打开 Codex 之后啊，它这底下会有一些小设定啊，像这个加号点开啊，它有这个叫 Plan Mode， 有点太小，我自己又看不到。规划模式就是它只动口，它不动手，它不会帮你改档案，它就是帮你规划。那目前我个人用起来，我觉得 Codex 的规划模式是比其他2个模型强，这是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每个人感觉不太一样，所以我很多在规划的事情，我都会丢给 Codex 来做。对，然后如果是架构比较复杂的话，我当然模型我就会选的比较强。那在这边来讲，第一个是目前 Codex 他们最强的模型，就 5.4， 然后 Mini 的话是他们小召集的最小的模型，然后 Codex 是他们主力写扣的模型，就 5.3 Codex 是他们主力写扣的模型。那这个其实都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写得蛮清楚的所以如果只是写扣，平常在这种日常工作的话，其实用 5.3 Codex 就可以了。对，然后所以左边这个加号点下去啊，你可以选 Plan Mode， 还可以选 Speed。那选 Speed 的话，就是它速度快 1.5 倍，但是 token 的用量是2倍，所以很急的话你才会开它，就是你看 CP 值高不高。那举例啊，如果我今天已经是剩最后一天，然后我明天就要重置了，我还有很多 token 没用啊，我全部都开2倍，这样也可以啦。对，然后在下面这个本机这个啊，点下去展开来看，你们就会看到说，你们现在的模型这个5小时，就这5小时就是重置期啊，什么时候会重置？然后重置完之后，你有应该说这5小时内你还剩多少可以用？像我截图这个时候是刚重置完，所以就有100% 可以用。然后下一次重置是到凌晨的什么时候？然后这边也是，就是到4月14号之前还有多少趴的 token 可以用？对，这可以理解齁，可以理解。对，就你还剩余多少用量，然后什么时候会重置？然后这边模型的话，就是刚刚讲，就是有各个模型你可以选。然后这边的推理程度，就是刚刚讲你的蓄力时间，就一般来讲啦，就是日常工作，我觉得 5.3 Codex 用中级的推理其实就差不多了。那假设你真的觉得它品质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把它调高。但是我觉得通常跟提示词比较有关系啊。对，但是你就交叉比对试试看。然后因为我这个范例截图的时候是我还没有开始用新的专案啊。那如果有开始对话的话，右下角会有一个圈圈，然后显示你的context 的用量。理论上 context 是用越久它就会越来越笨啊。对，那你就要注意说，你是不是用量已经超过，例如啊一个 70% 好了，你的 context 假设用 70%， 可能它就会开始慢慢变笨了啦。对，那种情况就要么压缩嘛，然后要么就是这个重新开一个新的 session。那 Codex 比较聪明一点，它会帮你压缩啦。对，那Cloud Code 的话是自己下指令压缩，还是它会自动压缩吗？我也忘记了。对。那因为我自己比较长的是开一个新的 session， 那你要压缩也可以啊，但是你压缩有可能留下的内容也不见得是你想要的，对，所以就看自己怎么用。OK， 好，然后再我做 live demo， 然后这个 live demo 就是前2周我带我儿子
老三那个3年级的，他就想说，他做打地鼠，然后接下来我电脑就交给他，他就自己那边改了，对，蛮好玩的。好，那我 live coding 我就用这个来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好，那首先呢，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啊，反正我就开一个新的专案，全新的，跟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 live demo。好，开一个全新的专案，打开来之后，这边就是有你各个专案嘛，然后我直接在这边跟他说，他自己其实也有 sample 啦，你也可以直接点下去。但是我在这边我想要做的是那个打地鼠嘛，帮我做一个打地小游戏。好，你就送出去，然后看他怎么回啊。这个会有一点等待时间啊，不然我加速好了，反正是在 demo。不，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 context 用量。所以我刚刚才打几个字，它就占了 14% 了，其实蛮多的。好，他问我吗？我要做什么版本？我就先做第一个啊，做单机版嘛 ，HTML 打开就能玩的。好，就这样。他在做风格，经典简洁风，好，卡通游戏感好了。我刚才没给那么多内容嘛，他就自己帮我想嘛，就是 AI 聪明程度嘛。好 ，HTML 的，他前面都先设计，还没开始做，然后。其实这时候啊，我们人类要看的事情就是它这些需求符不符合你想要的东西。不对，我应该这样讲，它这些产出啊，它这些设计符不符合你的需求啦？对啊，如果符合你的需求，你看过没问题，你就可以说 OK， 可以开始啊。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你跟他讲哪里要改成你想要的样子。他还会先帮我写规格书，看多棒啊 ！Developer 会吗？AI 还真的会呛虾，稍微等他一下。可以啊，你说什么？对啊，没有错。但是我等一下会教别的东西。对 ，Play 模式是动口不动手啊，就是他都不会帮你改东西，但是他会想的比较仔细。对，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你要去切什么模式。所以通常在设计阶段的话，我是不会直接让他动手，就是用 Play 模式来做。不管是 Codex 还是那个Cloud都一样。他还帮我测试哇，太贴心了吧！很无聊，对不对？所以以后上班就变成这样子，因为你叫他做事，你就开始做其他事情。把这个移过来，这样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开的那个空目录嘛，等一下看它产出了哪些东西。做完了吗？还没。对，你们自己可以动手试一下，反正这边也在等嘛。对，你们可以跟我想一点，就是自己想一些不一样的 demo 啊，就不一定是打地鼠嘛，这是我儿子想的嘛。对，你们可以想一点别的，自己试试看。那也不一定做网页哦，像Android 的话也可以做 Android 版本啊 ，iOS 也可以做 iOS 版本啊。对，他还帮我架 server 啊？没有，他在测试而已，还可以玩嘞。他说可以玩嘞。好，直接打开来看一下。这刚刚做的，就这样开始玩，不能玩对不对？好，没关系，不，很正常，就是 AI 不是一开始就会做出你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给我偷用 Super Power， 可恶！这我等一下才要讲的。我刚刚点了什么？开始游戏，点了开始游戏，没反应啊！基本上你们就是来个几次的迭代，它应该就会把它修好了。他要把它用 server 跑才可以啦。好了，没关系，反正就假装我不懂程式嘛。反正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然后看怎么样才能玩嘛。So refresh 一下，可以了。可以了。一个都没中，不会吧？有啦，至少打到一个啦。但是它像地鼠吗？我跟你讲，那时候做出来的时候，我儿子就说它不像地鼠，然后就叫他改。不是，我跟你讲，是因为这萤幕投射它 lag， 对，不然我没有那么烂。好，打完了 ，OK， 但是它就是还是有一些小缺陷嘛，就是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时候你就可以请他改嘛。例如说，我们刚打的时候没有特效嘛，我跟你讲，打到地鼠要有特效爆炸感觉，所以这时候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你想要什么样子，然后就是改到你满意为止。好，等他这个改完，这可恶他给我用 brainstorm， 我等一下才要讲的因为我先装好了啦。好，我先回到简报好了，因为他已经给我偷跑一些东西了。所以基本上啊，就是你跟 Codex 讲，就是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说你想要什么东西。其实刚刚那样子不会写程式的人，在座各位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不管你要做的是什么游戏、什么网站，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就是你只要描述的清楚，然后一层一层的迭代上去，就会做出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这个
因为他刚给我偷跑一些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所以我这里快速跳过，你们自己试一下就好。就是你在跟 AI 提需求的时候啊，你跟他讲说改好一点，其实他会完全没有概念，怎样叫好？你是程式写的不好，还是 UI 不够好？那你可能就补了一个说你是觉得 UI 不好，所以 UI 丑丑的帮我改。可是这其实也不够具体，就是他真的不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那你要描述清楚说你想要好看的 UI 长什么样子，例如说把背景改成草地的主题啊，然后地鼠换成卡通风格啊。那为什么我会放这些？是因为之前我跟我儿子在玩的时候，他是用 emoji， 那是老鼠不是地鼠，对，所以就是请他换啊，然后被打到的时候要有特效啊，然后滑鼠游标要变锤子啊等等的。所以你讲了这些清楚之后 ，AI 做出来的东西就会符合你描述的内容。对，那你们自己在练习在玩的时候就可以试试看。如果你给的 prompt 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它改出来会是长什么样子？它会改啊，只是完全不会是你要的样子。对 ，OK。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啊，其实我没有限制它太多东西。那你们就可以在专案里面去加一个 agentsmd 档案，然后去限制说，这是一个打地鼠游戏，你希望前端用到的是什么？然后我不要有 server， 不要有框架，就是我要很单纯打开档案就能玩。然后如果里面显示的文字全部都要用中文啊，然后甚至说你要有多语系啊，支援哪些语言啊，你把这些写清楚之后，你后面的每个需求，它都会把这个档案里面的内容带去给 AI， 所以它回出来的东西就是预设就是会符合这些情境，可以理解齁？对，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自己试试看。然后这个 skill 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个 skill 啦。你其实只要把这段文字复制贴上，我在这边可以复制吗？他不给我复制好，我在那边 demo 给大家看一下，请复制一下。这不给我复制可恶！没关系，我暴力一点，我直接在这边，我刚接在哪里？我丢进来。好，这个内容就是我就要在专案里面建立一个 code review 的 skill， 然后对不起，先给大家看完好了。我请他在专案里面做一个 code review 的 skill， 就是只要我执行的这个 skill， 他就会去检查说在这个程式码里面有没有留一些 console log， 然后他会去检查在这个网站上面出现的文字是不是都是繁体中文，然后他会帮忙测试说这个游戏能不能打开，能不能正常玩，然后他也会列出修改了哪些档案。对，那所以这时候都同意，因为我就要建立 skill 嘛，所以他会等一下会出现在这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我这时候开那个 VS Code 开出来。他在这边加了 skill， 他直接写在这啊，好了也可以啦。然后这边的内容啊，就是他帮我们补齐啊，我刚刚只有给几句话而已嘛。然后所以等一下我请他修改的时候，他就会去帮我们检查这 console log 啊有没有记得移除啊，然后这个是不是用繁体中文的文字啊，然后游戏能不能打开啊，然后他这边会讲说改了哪些档案，他会列出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请他改点东西。我刚刚想要请他改什么，来一个我不要丢文字这样子你们看不到我讲什么。等我一下这个我就把需求贴在这边，请他改，然后等他改完了之后，我就会执行 code review 那个 skill 推荐2我就用2咯。他还帮忙测试看一下现在改怎么样，还没改完。对啊，就每个人做出来，他每次效果都不一样，你就可以一直把它修到好。反正在等你们自己可以动手试一下，反正你们打的时候也是要等的。我现在已经开双倍模式了，对啊，我改完了，我看一下结果。跑板严重跑板，对啊，又破图又跑板。那我们刚好做一个 code review skill 嘛，我就叫他 code review 咯。他其实刚刚已经做了啦，我们刚刚叫他做的事情，他说他知道他会照着做，他说没问题啊。其实问题他没改东西嘛，反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 skill 啊，skill 就是你给他一个 SOP， 以后你只要发出这个指令，他就会照着那个 SOP 做事。那这个 SOP 大家可以自己定因为每一个专案、每一个情境、每一个角色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对，那只是告诉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 skill， 反正你就叫 AI 帮你做一个 skill， 这个 skill 你就把它想象是一个 SOP， 一个餐厅食谱的概念。就我希望每一个 agent 来用这个食谱都可以做出一样的菜。对，好，那后面来补这些比较强大的一些功能啊，就是装 super power。那 super power 是外面比较
呃多人使用嘛，对，这真的很多人用。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哎呦，等我打开这页给大家看一下。哎，你们可以点那个连结吗？可以是不是？哦，可以是不是？好好好，可以就好。好，它这个描述其实也很简单啊，你就照着它上面说的做就好了。你只要把这一行，好，因为你是用 Codex 嘛，你把它丢进 Codex，跟他讲，请他安装，他就帮你装了。啊，其实我的已经装过了啊，所以他刚刚给我偷用啊。啊，你们自己先装一下，把它贴上去，请他装，他就装好了。啊，装好，我印象中是要重开啊，好像要重开 Codex 它才会生效。希望还可以啊，可以。没有，它装是全域的，对，我印象中是全域的啦。对，然后装好之后啊，Superpower 它有很多功能。那我其实今天比较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Brainstorm， 就脑力风暴啊，这很多这个星星数 150K， 对吧？很多，这个是冲很高的。好，然后你就可以用 Brainstorm 来跟 AI 来收敛需求，然后跟他讲说，我想要多加一个多人即时对战游戏，你就可以跟他讲，然后他就会开始分析你的需求，然后开始跟你有很多的问答。他其实跟 Play Mode 就很像了，对。他分析完之后，他会有一些建议。好，你想要多人连线是哪一种？那我希望是他一种是用那个积分的啊，就是不用网络，然后2个人轮流玩，然后看谁分数高。但是我觉得想要一起玩啊，所以应该是线上多人，就建立这个房间之后，然后别人可以加入进来玩，然后他持续跟你对谈，讲说，我们现在用的是纯本地端的，它是没有 server 端可以互联的，所以你想要怎么跑？那我就本地加一个 Node.js 的伺服器，所以我请各位装 Node.js 是因为我 demo 需要用到，对，所以他就会帮你起一个后端的 server 了，然后这时候就是前端后端他都帮你做，是可以即时对答的，对，好，然后对，要大家一起嘛，即时对战嘛，好，然后这跟玩线上游戏有点像，他就推荐你要怎么做啊？是2个人都好了之后就准备开始，还是说第2位加入之后房主就可以按开始？那我先选1啦，这个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好，他连技术框架这些都开始建议你要用哪一种啊？那他推荐1，我就用1嘛。那假设有你们熟悉的技术，你们也可以选别的，甚至说你们熟 Python 的话，也不一定要用 Node.js，可以用 Python 之类的。所以整个设计它不是只能做前端，它后端也可以做。假设你要存资料，你要用到 DB， 它 DB 也可以帮你做，它可以整套系统全部都做完。对，好，它帮你分析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嘛，然后请他实做。说同意吗？好，同意啦。你看我们几句话而已，它就可以产生的这么详细，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用 Superpowers， 就是它的脑力风暴这个还蛮好用的。好，他还把文件都写出来了，那我们就用 VS Code 来看一下他写的文件长什么样子。他文件写在 Superpowers 这边，然后2个都把它打开，看他写了什么东西。他写英文的，我觉得对我不友善，对吧？然后像我现在还没有刚刚讲那个 agents.md 嘛，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请他补。所以 Vibe Coding 就是基本上你是完全不用写程式，就用讲的，他就把整个专案程式 spec 整个软体开发流程用到的东西，他都帮你补上，甚至连最后你要补 end-to-end 的 test 都可以请他来补。对，你甚至连测试框架都不用会，就可以请他帮你决定。假设你有熟悉的测试框架，像是用 Python、PyTest 还是用这个 Playwright Node.js 来写都可以。好，他开始刚刚把文件都补好了嘛？这边会不会太小？对吧？你们后面没讲，我不知道，把它放大一点。好，所以这是上面这个 plan 是他帮我们规划出来的东西嘛。然后等一下他讲说他会让这个代理去，就是让 agent 去实做下面的东西。然后内容的话就是每个人产出来的不太一样，你们就自己看。那在这边我就不细看了，因为反正这是一个 demo 专案了，就不用看得太仔细。但如果是实际的专案的话，你可能就真的要仔细看，因为 AI 会有幻觉。就他可能会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是完全你不要的，也不能做的东西。好，那 Agents.md 他也帮我们补好了。对，好，他讲说这个专案是在干什么的，然后有哪些档案啊、开发原则啊等等。语言的话，这边像我刚刚讲，我语言要翻译中文，他就直接帮我翻译中文。对，然后这些东西要怎么启动，对他都告诉你写在这边。而且他其实不是告诉你啊，是告诉 agent 啊。对，但是
人来读，你才知道他东西给的对不对。好，他刚设计完了之后帮我实做嘛，他就会去读刚刚的这些档案，刚设计完的这些档案，他现在读的是 multiplayer， 就这边他读这些需求，然后按照这些需求去产生出程式码。所以这些过程你也可以看他是怎么在想这些事的。对，有时候会跑偏啊，跑偏的话，其实我们要把它拉回来。大家 Super Power 应该装好了吧？对，抢完了。没有，他自己会 Super Power， 他会帮你去拆分子任务。那这些子任务就是可以单独去执行，有的是可以多个 agent 同时跑，有的是不行。那在这边我是没有用到 multiple agent 啊，反正就是单个 agent 一个一个把它做下来。例如说，它有四项任务，它就一件一件做下来。对，好，那第一项做完了，它也告诉你了。所以你其实可以一直来看它到底改了哪些东西。它现在多一个目录叫什么 shared Organic Engine， 哇哦！然后现在在做后端了，在做 server 那边了，然后他自己帮你装套件。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套件啊，反正他就去装吧。我实在是很想加速跳过，可是我没有办法加速。对，反正就等待过程当中，你们自己也试一下。好，不然等待过程当中，我来继续讲下面的东西好了。好，所以 Super Power 啊，它好用的地方，我觉得是 Brainstorm 啊。但是需求的这些管理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套件比较好用。这个套件叫 OpenSpec。那 OpenSpec 等一下你们也可以去装一下，它是用 Node.js 装。那也有其他装法，你们可能看一下官方怎么装。装完之后啊，你们在这个专案当中去执行这个 OpenSpec 的 init 就隐匿的指令。那我在这边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反正它左边在跑持续，右边在我按快捷键，可是我不知道这个 UI 从哪边点出来。我看一下哦，因为这里不是所有人都 developer， 好像是这个，猜错了，右上角吗？哪一个？就是这个吗？好，对，那不知道快捷键的人就是点这个按钮，然后下面就会出现这个输入指令的部分啊。那我就因为 OpenSpec 我已经装过，等一下你们装完之后，你们就试试看这个指令 OpenSpec 隐匿，然后隐匿之后啊，他就问你要用哪一个 CLI 工具啊？那像假设我现在 demo 我只用 Codex 的话，我就选 Codex， 你就上下移动那个键盘，然后按空格就是选择完之后按 Enter， 然后等一下这里就多出了这个 Codex 的这个 OpenSpec 的指令。那你有了这个指令之后，你等一下就可以在这边去使用啊。这好像也要重开对，但是我之前也装过了啦。对，这些 OPSX 开头的啊，我刚没想到，就是用斜线这个事情啊，就是你可以去执行一些 skill， 就是你自己客制化的 skill， 或者是你装别人的 skill， 它都是用斜线来去强制呼叫出来。对，然后 OPSX 的这些指令就是 OpenSpec 的 skill， 然后等一下我会讲到 skill 大概分成大概会有3个啦。第一个是你跟他提需求之后啊，他会帮你产生需求的文件。那你看完这些文件，觉得说，这些需求是你想要的内容之后，你就可以请他去做实作。实作就是用这个 apply 实作完之后，你去验收，你就看这个产出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那不是的话，就请他改到对，最后再用这个archive 去把这个需求把它结案掉。那等一下又要等待了，我来，他这边还没做完实在有点久。对 ，live demo 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是会比较久但是我没想到那么久。不过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是这边我不能停掉，很烦不然我开一个新的好了，我开一个新的对话。我在这边跟他讲说，我要增加一个游戏难度选择。好，反正两边持续在跑就是 token 加速烧就是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刚刚这样子烧了多少。我刚刚打开应该是90几还是100吧？对，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自己看一下。好，我现在是用 OpenSpec， 然后去请他帮我写这个文件，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这边看 OpenSpec 的东西。它会多一个目录资料夹，叫 OpenSpec 的目录，然后底下就是它现在还没产出档案产出来了，就是我们接下来有这个新的需求，所以它有点像是 BA 在开需求一样，然后就是它会一直出现在这边。只要还没做完的，它就会出现在这里。你可以开很多个需求出来，它 changes 就会有很多。然后等到 developer 做完，也就是 AI 做完，它就会把这个需求 archive 掉在这里。所以所有的需求、所有的变化，它都会有管理，就不会是像
常态的开发过程是 develop 改完之后没改文件，对，它这边变成是你要先有文件，先有 spec， 它才会去改程式，对，然后它也会回头去找你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写的文件啊，它会有 design 啊，对，你们自己提完之后可以自己看一下，看你们的需求，他写出来的文件跟你们想要的符不符合，对啊，这里都帮你想。哦，好，他写完了。那通常啊，一个 requirement change 它会出3个档案，第一个档案就是 design， 然后第二个是 proposal， 就是要改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最后面这个是那个 task， 就是他把你的需求拆分成很多个 task， 让 AI 去一个一个来做。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跟前面讲到 context 有关系。你一次丢一个大杂烩给他，他有太多东西，所以他会处理的不好。所以你给 AI 做事是能缩限的越小越好，所以他会把 task 分成很多个，他一次只做一个事情，然后这个 agent 这件事情做完了才换下一个，所以这样的 context 就会比较干净，可以理解。然后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就会一个一个去打勾，然后做完了，直到全部做完，这个需求结束，他就回报你。所以这时候我们来试试看 apply， 我们就用 apply 这个指令，然后请他去实做。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在这边开始一个一个打叉叉。什么？靠！哎，我不能 demo 了 ，sorry 啊，你们自己试一下，5小时用完。既然我不能烧了，那个你们自己试一下。好，那所以等一下你们 apply 之后啊，你们就可以看到它 task 是一个一个完成，一项一项完成，然后全部都做完了之后，你看过也没问题，你需求也没有要再改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结案。啊，如果有 bug 的话，你就是一直跟他对谈，直到修到好，然后再把这个 requirement 结案。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工作流程很像，这就是软体开发的一个过程，就是 BA 提出需求 ，develop 开发完 QA 验收没问题之后，这个 requirement 结案，对。然后那 OpenSpec 的好处是，它所有的 requirement change， 所有的变化都有追踪记录。那我们在用 Vibe Coding 的时候，我们只是纯用讲的，你请他改什么改什么，这些就像是平常 user BA 在那个群组啊，还是在私底下对话讲的这些东西，它是没有被记录的。所以 Vibe Coding 就跟一般的行为是一样嘛。我今天突然 BA 走进来跟你讲说要改什么东西，那你就改了。结果上线之后发现这不是 user 要的，因为然后 user 也会问说为什么你要改这个？你说 BA 叫我改的 ，BA 说我没有，就根本都没有记录。等啊，我先澄清啊，我只是举例情境，我不是讲我们 BA 是这样的啊。对，好，所以OpenSpec 我喜欢的是它把每一次的变化都记录下来。我认为所有的需求变更跟程式变更都是要能被记录的啊。那 develop 程式变更我们可以用 Git 记录，然后 BA 的话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我们是可以用 Jira， 但是现在会散落在各处，因为有些 user 他可能不方便看 Jira 等等的。对，那用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把人类的行为把它变成是一个agent 可以用的这个工具啊行为，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OpenSpec 就是可以记录需求、追踪需求这样子。好，那回顾到这些 demo 啊，就是 Vibe Coding 只是一开始你用话来请他做事情，然后 Prompt 就是你把事情讲清楚，让他做得更好。然后 Agents 就是我们开始订立规矩，就是这个专栏我就是要这样子，然后你只要一旦写下去，在这个专栏就是永远生效，它不会因为你前面讲了什么，它最后 context 满了忘记了，而是每次都会把它载进去。然后 skill 是你有需要它的时候，它才会载进来。像我们在规划阶段，我是完全不需要 apply 东西的，所以我可以把我只载入规划的 skill 进来。那等到我开始去做 apply 的时候，我其实是不需要规划的这些技能，我只需要去 apply。对，那 Superpower 是人家外面写好的整套的工具啊，它是把这个开发生命周期把它浓缩成一个 agent 可以用的一个 workflow。对，那我们装了 Superpowers 之后，就像刚刚一开始，他会跟你 brainstorm 啊，他其实也会帮你记录需求规划啊，就他会帮你规划，帮你记录需求变更等等。但是我觉得，以记录需求变更追踪的话，还是 OpenSpec 比较强，所以它是可以混着用的。它没有说你先用 Superpowers 就不能用 OpenSpec， 没有，它是可以混在一起用的。对，好，就是反正从一开始的 Vibe Coding 随便讲讲到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有系统的去规划，有系统的去执行，有系统的去做记录。OK， 好，那
哦，我讲了快1个小时诶。好，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练习一些，如果你们 token 还没烧完的话啦，对，你们可以练习一些你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工作上会需要做的事情，可以把它用跟 AI 协作的方式一起去做到。对，那不一定是写程式啊，因为像以 QA 为例的话，你们可能在设计一些 test case，那其实也可以跟 AI 一起协作，请他帮你规划这些 test case。你可以用很笼统的东西跟他讲，他会帮你规划出一些很详细的内容出来。对，他会就像是有另外一个 QA 在跟你一起讨论事情一样。OK， 所以你们那个可以试试看。然后这边是提醒大家啦，那你们现在在用的这些模型，我们是用外面的，就是不是自己建大语言模型，所以你们说的内容都是会被丢到外面去的。所以像 API key 啊、账户密码啊，建议就不要丢出去了啦。对，那如果是内部在使用的账号密码，我觉得那还好一点，反正他拿到在 Internet 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对，但是如果你聪明到把自己的信用卡号啊，还是你的这些 token 的 key 啊丢出去，那也许会有一些风险啊。对，然后这是提醒说不要把一些不该丢的东西丢出去。那我们是没有什么核心演算法，我们不是做 technical 的公司，就是那种很技术硬核的公司啊，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对，那你在跟 AI 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就把它想象它是一个外部的堂哨，什么东西可以丢给他，什么东西不能丢给他，你自己想清楚。对啊，你觉得会有风险有问题，那就不要丢。OK， 然后你们自己试做一下，反正在这个 workshop 就是我希望大家动手做，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互相讨论。那你现在在设计的这个workflow 啊，就是你不要想的太大，我觉得小一点会比较容易达成。反正我们就抓个20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互相讨论看一下。然后今天是要能完整的跟 AI 做一次互动，然后做出你想要的东西。那不用做到特别好，反正我们知道怎么开始，怎么问问题，然后怎么去验收 AI 做出来的东西。OK， 好咯，那这边是有一些范例啊，就是你避免跟他讲说我要重构整个 App， 还是我要把整个系统改得很漂亮，还是做一个很完整的产品，这些太大了，我觉得20分钟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们刚刚看到，其实我们做一些小东西就要花一段时间了，而且我还是用1.5倍的速度。对。好，那这边就一些小范例咯，你们可以试试看啊。对，自己想啊，就是不一定是照着我这边的范例试一下咯。好了，那我就继续啦，好不好？大家等一下再回去自己试一下。那反正这边讲就是如果遇到问题的话，你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啦？就是通常是你的 prompt 写的不好啦，或者是你 context 太多，你就重开之类的。对。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学到哪些东西啊？那首先就是 Vibe Coding 嘛，就是我们用讲的请他做出东西来，然后你把你要说的事情描述的越清楚，他就越能做出你想要的样子。当然他会有 bug 啦，所以你要仔细的跟他说哪边不如你预期，你要给他反馈。然后 Agents.md 就是这整个专案的一个规矩，让他知道这些规矩。所以刚刚 Amy 问的就是我的人设可不可以也写在里面？可以，你也可以把人设写在里面。那但是我后面才会教到拆多个 MD 档，所以以现在的情境呢，你也可以在 agents.md 里面写 automation QA 要做哪些事，手动 QA 要做哪些事，你也可以写在这个统一写在这个点 MD 档案。对，因为我猜现在点 MD 档案你也不会写太大啦，但写太大就会有 context 过多的问题。对，所以到时候才会拆。对，那不在这堂课的范围。然后 skills 就是只要你有固定的流程 SOP， 你全部都可以做成 skill， 然后让 agent 下一次就照着你的 SOP 来做。例如说QA 拿到了需求之后，我们要先拆解功能，然后这个功能拆解完之后，我要给它一个边缘测试的一个测试案例的设计，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一路往下做，然后最后才会产出一个 checklist， 是测试的时候我们要去逐一检核的项目。对，你们就可以把这个 SOP 都列出来，所以下一次你可能只要跟他讲说我现在要测一个什么功能，他就会按照你的 SOP 去把这些东西全部一个一个设计出来，做出来，跟你讨论出来。对，那 Superpowers 就是人家外面包好了成套的这个开发流程的一个
这个叫 plugin 啊。那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是 skills，它就是把很多个 skills 组合在一起。然后 OpenStack 就是人家写好的这个需求变更的 skills， 对，我们就可以拿这些东西来用。好，所以今天会这些呢，基本上你们日常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够用。对，好，然后这个安全提醒呢，就是刚有问到嘛，就是什么东西可以丢，什么东西不能丢。那我觉得我们公司还好，没有太多的这种什么商业机密啊，反正又不是台积电，对。那对，大概是这样子啊，不要聪明到把自己的信用卡丢出去就好了。对，好，然后今天结束之后啊，我希望各位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啊，都从 AI 的角度去先想说，能不能跟 AI 一起协作，而不要什么事都自己硬干。因为这个思维模式、这个行为，你如果没有改变，我觉得应该在很快的期间之内就会被市场淘汰掉。我不是讲公司淘汰，是整个市场都已经不是这样子做事了。就像是当年汽车发明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还在骑马，然后你还说骑马的好，说车子会爆炸，然后车子跑不远，然后车子跑不快，但是很快的车子就取代掉了骑马的人。对，所以你要转变一下思维，就是真的要开始善用，学会用这些工具。对 ，OK， 那 AI 是你的 pair programmer 啊，就是跟你一起协作的人。然后他不是要负责取代你的人，对。然后 AI 不是只有靠 prompt， 不是只有靠你把事情描述清楚，是有些东西定义是你要给他规范的，就是然后你给他东西啊，你要想想他产出能不能验收，所以你也要从这些角度去想说，他产出来的东西不是一堆垃圾，是你要给他一个验收的条件，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才有办法验收，对，不是跟他瞎聊啦，对。然后 AI 会有很多的幻觉，它很多东西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个真的要仔细看，不然你没有看的话，这个就像是一个长边效应，就是你前面歪掉了，后面只会越来越歪，所以你要一直把它收敛住。所以它的产出你真的都要去看，不要想说偷懒，然后就放给他自己去做，那个出来的成果，真的会很不如预期。对，大概是这样啊。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先这样子咯。那回去多用啊。然后Codex 不够用的话，就跟我讲。那我就是帮各位加买 Cloud Code。那有这样 Cloud Code，一般的 Standard 不够用的话，跟我讲，我就帮你们加成 Max。对，就是不怕你们用，只怕你们不用，对吧？那真的都会用完，不够用的话，那我们再想办法再买 token 之类的。大概就这样咯。结束。